我在深山徒步时和一个女驴友发生了关系，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一天，也是噩梦开始的第一天。我们经历了6个多小时的山地徒步，精疲力尽，而领队却坚持要爬上山顶扎营。夜幕降临，我们才明白这是多么英明的决定。湖北与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区，有着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，群山绵延，星河万里，在山顶仰望璀璨的夜空，浪漫至极。一天的疲惫，在那一刻都值了。地陪带了自家酿的酒，还带了一把小吉他，为我们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，歌名很摇滚，叫《这个世上没有好人》。我们围成一圈，边喝边唱，仿佛一切烦恼都不存在于这世上。直到深夜，我们才各回了帐篷休息。而这时，他来了。他悄悄拉开我的帐篷，一阵幽迷的香味立刻弥散在狭小的空间里。他一定是刚喷了香水，长途跋涉一天，身上不可能还留有香味的。睡了吗？他坐在我身边问。我原本模糊的睡意荡然无存，坐起来看着他。我们一行有5男3女，他是最特别的那个。清瘦的脸庞，精致的五官，戴着粉色的棒球帽，显得既青春又神秘。一双笔直的大长腿，裹着紧身的牛仔裤，若隐若现的雪白肌肤和脚踝，让人过目难忘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唱歌很好听，英文歌和中文一样娴熟。但我知道，今天的我们不过是一群陌生人，只是因为一场旅行临时走到了一起，不会有任何后续故事。所以我也只是欣赏，和美女出游，风景也会格外动人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此时此刻，他竟然主动坐到我身边，在昏黄的小睡灯下，侧影流连。想来一次吗？他问。来一次什么？我心跳不已，潜意识里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但我不敢往那方面想。他取下帽子，摇了摇头发，空气突然变得温柔起来。再犹豫就没机会了。他朝我挪了挪，他眼睛很大，很像抬头就能看见的星星。不好吧，帐篷离得那么近。我没有拒绝，我不能否认这一刻我心痒难耐，我不是得道高僧，做不到心如止水。陪我再去看看星星。他凑到我耳边，喝出一口热气，就在你帐篷后面，那有个山坡。说完，他朝我莞尔一笑，钻出了帐篷。我想冷静，但我冷静不下来。荒山野岭，萍水相逢，只求片刻鱼水之欢。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我拉开睡袋，悄悄钻了出去。营地一片安静，月夜星辰照得四周一片冷白。我借着月光朝帐篷后方走去，没几步，果然是一处缓坡。他半躺在地上，身边放着一盏夜灯，看着远方的夜空，那场景美幻。我往后望了望，这处山坡正好挡住了营地，距离也足够远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好像很有经验似的。我朝他走了过去，走近了才发现，缓坡再往前几米，竟然就是悬崖，隐约还能听见底下传来潺潺水声。真美，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星空。我刚坐下，他就依偎到我的怀中，喃喃自语。我再无顾忌，轻轻搂住他的肩膀，手顺势垂在了他的胸前。我们好像一对热恋许久的情侣，嘴上说着简单的话，身体却肆意缠在一起。山中的晚风似乎带着浓郁的荷尔蒙，撩拨我们彼此心中的欲望。嘴唇接触的那一刻，我决定了，管他什么爱情婚姻，人生苦短，何不放纵这一次？星空为被，地为床，干柴烈火的我们就这样发生了关系。他很放得开，激烈时刻，他手舞足蹈欲罢不能，而我彻底放下了害怕被发现的紧张，肆无忌惮地释放野性。事后，我们并排躺在一起，体会着山野的清风穿过身体的缝隙。也许这里一辈子只会来这一次，我没有遗憾了。他轻柔地说。我苦笑道，你先别感慨，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。他露出惊恐的眼神，四下望了望。你别吓我。我指了指悬崖，说，你刚才太兴奋了，把手机甩下去了。啊！他爬起来就冲向悬崖，我一把抓住他，把他拉回怀里。太危险了，等天亮了我再陪你去找吧，但希望不大，而且就算找到了，估计也摔坏了。他失望地看了我一眼，耸耸肩表示无奈。没手机，我可麻烦了。没手机，不是还有我吗？他穿好衣服站了起来，看了我一眼，态度突然冷了下来。玩玩而已，用不着你负什么责。清晨，领队叫醒了大家，告诉我们今天的路途不长，可以慢慢走，多看看风景。他举起手，怯生生地说，昨天夜里方便时把手机掉下山崖了，想绕下山去找一下。这种临时改变行程的情况，在任何时候都是被领队讨厌的。果不其然，他刚说完，领队就皱起了眉头。好在地陪说，绕下去倒是不难走，只是山崖下面是条小溪，手机就算没摔碎，也很可能被冲走了，找到的希望不大。但他愿意带路走一趟，其他人继续跟领队往前走，我们在下一个村子会合即可。我一听，连忙主动请缨，表示愿意和地陪一起，这样2男1女也方便照应。领队同意了，于是我们8个人兵分2队，地陪带着我和他从后方绕下山崖，领队带着其他人按原路线前进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那表情既不像感激，也不像怨恨，总之很复杂。不过他的脸和身材真是没得说，在这荒郊野岭，清新脱俗得像个仙女。
我们一边下山，一边听得陪说着本地的故事，时间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1个多钟头。随着溪流声越来越清晰，我们也终于抵达了山崖的正下方。意外的是，原以为找到机会渺茫的手机，竟然就躺在我们面前。机身弯曲，屏幕稀碎，泡在水中，卡在鹅卵石缝里。也幸亏溪水极其清澈透明，手机沉在里面特别违和。我捡起手机递给他，他反复按了又按，手机毫无反应。当个纪念吧，不白跑一趟。地陪惋惜道：“我们顺着小溪也可以走到下一个村子。其实本来这也是一条徒步路线，只是夏天雨季的时候不安全，你们不妨感受一下隐藏路线的体验。”他把手机装进背包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别把我弄丢了。”说实话，那一刻我真觉得他的话有别的意思，但我不敢想，也不敢和他对视。我有老婆，结婚5年了。随后的几天，我们一行穿越了一片又一片山地森林，翻过一座又一座没有名字的山峰，唱歌游戏，但是再没有过野外露营。这几年山区经济发展不错，村子一个接一个，条件也都好，实在没有必要为了睡帐篷而落脚在野外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我总是对住宿地点格外敏感，一听说今晚住在哪个村子，心里总会一阵莫名的失落。除了住宿时知道了他叫沈西彤，我和他没有任何新的交集。4天后，我们抵达了此行的终点站，位于革命老区的一个县城。领队组织的最终仪式是一顿农家乐的午饭，吃完这顿饭就表示徒步正式结束，接下来是去是留都自己决定。所有人都很兴奋，讲述着徒步6天的感悟，我却心不在焉。他没来，我草草吃了几口便告辞了，在饭店转了几圈，最后在楼顶的栏杆上发现了他。他戴着耳机，嘴一张一合，双腿悬在半空来回晃荡。踌躇再三，我走了过去。他看到我，摘下耳机，笑着说：“谢谢，这几天吃你的花你的。”我坦然道：“没事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他露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：“对你老婆那才叫应该的，对我算什么？”他居然知道我有老婆，我顿时有些无地自容。你掏钱的时候，我看见钱包里有女人照片，挺漂亮的。他说：“你无名指也有戴戒指的痕迹。”我尴尬地笑了笑。怎么啦？负罪了？他盯着我，是对他还是对我？你别问了。我和他一样坐在栏杆上，也不再掩饰。我4个月才能见到他一次，一次不超过48小时，5年来一直如此。我这个婚还不如不结。这样啊？他凑了过来。那还想来一次吗？我悬着的心立刻又提到了嗓子眼。想得美，哈！他捂着嘴笑了起来，像个青春期的孩子。你能不能再帮我个忙？什么？帮我买个手机，不然我都回不了家。我松了口气，说：“当然可以，县城有商场，你想要什么我送给你得了。”说真的，你还不错。他眯着眼把我从头看到脚，别误会，不是送手机还不错，是吉他弹得不错，歌唱得不错，还有也不错。带着复杂的心情，我离开县城回了家。家里还是空荡荡的。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背叛婚姻的一天。我和老婆陈一清是大学同学，就像校园故事中的爱情典范，我们从任何角度看都令人羡慕。他是全能学霸，我是文艺浪子。他是学生会主席，我是乐队队长。他会写文章，经常发表，我会写歌，经常演出。我们走到一起，简直没有任何悬念。毕业2年后，我们就结了婚。他事业发展很快，婚后就被调去了海外分公司，接着便是职场3级跳，30岁不到变成了高管，1年也就回来3-4次，一次不超过3天。而我几次工作碰壁后，干脆做起了家庭主妇，偶尔演出救场，偶尔写歌卖稿，偶尔做个吉他家教。我和陈一清肉眼可见越来越远。这次徒步也是我实在闲得发慌想出来的主意。我和陈一清说我想出去徒个步散散心，他立刻转给我1万块钱。这种感觉说不上是幸福还是可怜。想着想着，我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梦见了那个夜晚的山顶，我和沈西彤气喘吁吁，突然四周亮起了探照灯，陈一清出现在我眼前，眼神就像在看一只宠物狗。我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我们10年的感情。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半个多月，和往常一样，每天和陈一清不过3-5句话。他不是在开会，就是在应酬，我们就像是彼此的闹钟，每天早安晚安。我继续着主夫的日子，又是半个月一晃而过。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，我到 A 市了，请我吃个饭吧。我心中莫名一阵激动，我没见过那个号码，但我肯定是他，几乎没有犹豫的，我回复说在哪。他也是秒回花香里酒吧，晚上6点。收到短信的那一刻，我仿佛全身都过了电，又酥又麻。一路上我想象了几千种打招呼的方式，不能让他看出我很想他，也不能让他感到我很敷衍，能不能再给他一点魅力和好感呢？我心怀忐忑推开包厢，门开了一半，我便看到了他。他剪了短发，微微卷着披在肩膀，耳朵上挂着巨大的粉色耳环，一直垂到了锁骨和肩带上。抹胸的吊带，超短的皮裙，小腿被长靴裹紧，她简直是个性感的女王。我走了进去，正要开口，心情顿时掉进了冰窟窿。他身边贴着一个男人，很年轻，有着俊朗的脸和结实的身材。沈西彤把头靠近他的嘴，
他在说着什么。沈西彤乐得哈哈大笑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站在原地。你来啦！沈西彤看见了我，像一个许久未见的老同学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岐山，徒步时认识的。这位是 Alan， 是好朋友。Alan 站起来朝我伸出了手，用着蹩脚的中文说：你好，我是 Alan。外国友人。我问，不好意思，我中文说的不好，我在 OPE 工作，来中国参加培训。我一下愣住了。OPE 就是陈一清的公司。我笑着说 OPE 我知道，大名鼎鼎的海外集团公司，听说高管都很年轻。Alan 兴奋地说，是的，我们最年轻的副总还不到30岁，还是位美女。他说的必然是陈一清了。我立马装作很感兴趣地问道，那么传奇，你见过吗？是个什么样的美女高管？ Alan 伸出大拇指，一本正经地说，确实是美女，但美并不是最重要的。陈总是我见过最完美的职场女性，她专业、敬业、谦卑，对谁都很真诚。可以说，见过陈总的男人，没有一个不为她臣服。我啧啧赞叹，心里却像打翻了5味瓶。陈一清完美我知道，但从另一个男人口中说出他完美，还在我偷偷背叛了他的时候，我很不是滋味。还有几个朋友没来，你先坐。沈西彤朝角落指了指，便又回去和 Alan 贴在一起。2个人手牵着手，大腿也贴着，说话时嘴巴几乎碰在一起。我觉得自己很可笑，对一个一夜激情的人念念不忘，而对方压根没当回事。既然如此，他又为何叫我过来当个摆设呢？我坐着发呆，神情恍惚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沈西彤竟然坐到了我身旁。想我吗？他又在我耳边喝了口气。我瞥了眼 Alan， 他自顾自玩着手机，仿佛一点也不在意。难道今天被沈西彤叫来的人，都是曾和他有过激情的玩物？说话呀，想我吗？他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笑。我豁出去了。想你的人怕是不缺我一个吧？吃醋了？对，吃醋了。既然你有新欢了，干嘛叫我来呢？你想知道？沈西彤从桌上拿了瓶啤酒，你把这个喝了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接过啤酒，一饮而尽。好厉害！沈西彤突然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拉着我就出门上2楼。2楼是 KTV， 这个点还不是唱歌的时候，一层黑漆漆的，没什么歌声。沈西彤拉着我穿过通道，一直走到最深处，推开一间包厢，关上门。沈西彤扑到我怀里，几乎颤抖地叫道：吻我！我像是被施了魔法，毫不犹豫就吻了下去。他搂着我，顺势就躺在了沙发上。和第一次在山顶一样，我们燃起欲望，默契地纠缠撕扯，毫不在意包厢门随时会被谁打开。激情跌宕时，我抓着他的头发质问他，为什么要带个男人找我？为什么要和他靠那么近？沈西彤毫不反抗地回答，因为我恨你，我恨你有老婆，我恨你离开我这么多天，我恨你在县城为什么离我而去，你是王八蛋，你是下贱男人。沈西彤越是骂我，我反而越疯狂。我忘了自己是个人，我只觉得自己是只野兽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精疲力尽，在沙发上搂在一起。你想什么呢？他问。我不想瞒他，我说我在想，也许这才是生活。他没再说话，把头靠在我肩上，抱住我的手臂更紧了。10年前，在校园，陈一清也曾这样对我表达他的爱。时过境迁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此时此刻，我想要沈西彤，想要那种激情四射的碰撞，想放纵压抑许久的欲望。走吧，你不是还有朋友要来？我说没有，说出来气你的。那下面还有个男人呢，你至少跟人打个招呼吧。沈西彤扑哧一声笑了，得意地说，你也没看出来她是个女生吧？我无语凝噎。过几天我就要走了。他说，我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你别多想，我不想要求你什么，和之前一样，用不着你负什么责。虽然他这么说，但我知道该做些决定了。凌晨我回到家，躺在了我和陈一清的床上。相爱10年，我已经无法再守护这段婚姻了，虽然是我亲手毁掉了它。我掏出手机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没想到陈一清立刻就打来了电话。我看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2点，平日里他11点就睡觉，也许是我吵醒了他。面对陈一清的质问，我无言以对。他也没有多说什么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他最快5天后回国。他总是那么冷静，不管遇到什么，他永远都是一副高高在上无所谓的样子。我受够了。半梦半醒，睁开眼已是第2天下午。打开手机，陈一清并没有在电话之后给我发来什么消息，没有关心询问，也没有责备辱骂，反而沈西彤说了很多，一整夜长长短短，最后一句是我想见你。我把家的地址发了过去，不到半小时，沈西彤就来了。我们像一对老夫老妻在门口拥吻，我给他换拖鞋，他搂着我的脖子，我给他做咖啡，他给我做晚餐，我抱着他进了卧室，他自觉地闭上了眼睛。在我和陈一清的婚纱照下，在我和陈一清的婚床上，我和沈西彤赤裸相拥，我们肆无忌惮地嘶喊，我们把对方视为全世界的唯一。卧室门开了，陈一清站在门口，面无表情。看到他的那一瞬间，我没有恐惧，只有轻松，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。
我挑衅一般把沈西彤搂紧在怀里，点了一根烟，深吸一口，朝陈一清吐去。他绝不允许我在卧室抽烟，尤其是在床上。陈一清站了一会儿，离开了家。沈西彤被吓着了，他紧紧抓住被子，说：“我喜欢你，我不在乎你有家庭，但我有点害怕。”我亲了他额头一下，翻身下床收拾东西。我住进了沈西彤的公寓，我再也没有婚姻家庭的束缚，没日没夜和沈西彤睡在一起。我从未发现自己竟是一头发情的野兽。沈西彤开玩笑说，看到我就腿软。我拼命发泄，只不过是等待最后那一刻的到来。1周后，陈一清发消息给我，要找我谈谈。我很骄傲地告诉沈西彤，并问他要不要一起去。沈西彤说我疯了，要去我自己去，他可不去碰这种钉子。但他紧接着又搂住我的脖子，娇声细语地说，不管我和陈一清谈得怎么样，他都支持我、理解我，让我不要有压力。他永远爱我。那一瞬间，我真想质问老天，为什么要让我这么迟才遇见他？在家楼下的咖啡馆，我见到了陈一清。比起1周前，他消瘦了许多，黑眼圈也很重，我有些不忍。以我对陈一清的了解，他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谈感情的，所以他不会和我寒暄，更不会和我争吵。果然，他开门见山地问我，是不是确定要离婚？我说是，我愿意净身出户，反正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他挣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他当即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，让我签字。协议里，房车存款都归他所有，他的一切收入也归他自己所有，这很合理。我拿起笔，在落款处签上我的名字。刚写了一个字，一只手按住了我。那只手很熟悉，我抬起头，沈西彤正朝我微笑。我刚想问他怎么来了，沈西彤坐在了我身边，对陈一清说，他不能净身出户，这件事并非他一个人的责任，相反，你才是主要责任人。我想拦住他，但沈西彤并没有理睬我，接着说，你只顾自己的事业，聚少离多，是你让你们的婚姻畸形变态，他能忍受5年已经是很好的男人了，你不觉得该净身出户的人是你吗？陈一清死死盯着沈西彤，一言不发。忘了自我介绍了。沈西彤伸出一只手，我是崔唐坤的未婚妻，沈西彤。我想用眼神告诉陈一清，沈西彤不是我叫来的，我真的愿意净身出户，但我的手却像结了冰一样无法动弹。时间凝固了许久，陈一清叹了口气，说，财产1人1半，协议我会让律师发给你，祝你们幸福。他就那么走了，留给我一个背影，一个我相爱10年却很陌生的背影。沈西彤转过头，胜利者一样得意地看着我，说，你自由了。恍惚中我反应过来，陈一清这5年收入颇丰，加上房子升值，家庭资产差不多有个800-900万，凭空得了400万，我没想到，也容不得我多想。沈西彤的嘴唇堵住了我的嘴，他独特的香气浸没了我，这是比400万更重要的礼物。崔唐坤是谁？我推开他问道。别问好吗？我们相爱，我们在一起，不就够了吗？沈西彤又扑了上来强吻我，我更加用力地把他推开，质问道，陈一清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，崔唐坤到底是谁？你爱我吗？沈西彤问。不管你怎么回答，我都可以告诉你一切的真相。我爱你。我说。沈西彤坐到了陈一清的位置，看着窗外，让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。你老婆早就出轨了。沈西彤淡淡的说，和崔唐坤，我的未婚夫。沈西彤从包里拿出一沓照片，偷拍的。照片里是陈一清和另一个男人，在海滩，在酒店，在机场。崔唐坤也是 OPPO 的高管，他们一直是单身形象，其实已经厮混至少3年了。沈西彤说起这一切时，表情很冷静。陈一清在 OPPO 是完美女神，崔唐坤在 OPPO 是高冷男神，他们共同抛弃了爱情的承诺。想起每年和陈一清见面不超过5次，每次不超过2天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工作狂，没想到吸引他的不仅有工作，还有另一个男人。我和崔唐坤相恋8年，订了婚，定了结婚的日子，我还傻傻等着他来娶我，没想到他早就移情别恋了。我猛然抬头看向他，没错，我和你在徒步时候相遇，在山顶找你，都是我有意为之。我故意勾引你，就是为了报复陈一清那个贱人。一个女人为了报复第三者，竟然甘愿自己成为第三者，出卖身体给一个陌生人。你应该觉得我很脏吧？我的身体很脏，我的灵魂也很脏，所以我不配和你在一起。我没说话，但是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想对你说，我来也是找你，就不再是想报复陈一清而来找你，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爱上了你。沈西彤流下了眼泪。8年了，我一直觉得好男人就应该是崔唐坤那样，彬彬有礼，冷静理性。从县城和你分开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想要的只是一份真实的感情，一个真实的人。和他相比，你真实，有才华，风趣，体贴，那时我才知道，我想爱的就是你这样的人。沈西彤站了起来。对不起，如果你选择继续爱我，我愿意用我一生来爱你。如果不是，我不会再出现了。再见。沈西彤走了，也留给我一个背影，一个我爱了几天的背影。我明白自己错过沈西彤时，我慌了。我满脑子都是他，白天是，夜里是，醒着时是，做梦里是。我忍不住联系他，电话已经是空号。我失去了他，
一个我本就不该拥有的女人。我在短租来的房子里，终日喝酒买醉，吐得满屋子都是，引得邻居以为是尸臭报警。房东将我赶了出去，我抱着吉他缩在街角。我每天写一首歌，灵感从未如此爆炸。有的人以为我是乞丐，问我有没有二维码施舍；有的人以为我是落魄艺术家，把我拍成视频发到网上。不知道多少天之后，来看我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纷纷举着手机对着我，还有人介绍我是某某神曲的创作人。又过了一阵子，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我身边大合唱，边唱边流泪，排队与我合影。人世间真荒唐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个声音问我：“你最喜欢的歌是哪首？”我想都没想，说 River。 为什么？我抬起头，透过结块的头发看着他粉色的棒球帽说：“因为你。”沈西彤哭了，他蹲下来接过我的吉他，弹起了这首歌。路人拍到了这一幕，弹幕说从没见我绽放过这样的笑容。我离开了街角，告别了听众，和沈西彤开始了真正的热恋。而他给我的惊喜才刚刚开始。他是高材生，留学海外名校，成绩优异。他爸妈已经移居美国，住着花园别墅。我们通过视频见面时，老两口正在院子里带狗一起吃烧烤。我们复合之后，他还特别强调了他的结婚要求：不办婚礼，只领结婚证；不请婚宴，只要旅行；不要彩礼，不要钻石，甚至不要去见他父母。我还能说什么？我们结婚了。我常说沈西彤旺夫，自从我们在一起后，我不但有了工作，收入也直线上涨。写歌、唱歌、直播、带货。1年后，我在 A 市买了一套1000万级的豪宅。买房我没和沈西彤说，我悄悄加上了他的名字。我想给他个惊喜，谁知道他得知后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只是淡淡说了声哦。我有些恼怒，视频播过去几次都被他挂断，我头皮顿时一阵发麻。我疯狂地打电话、打视频，打了足足半个小时，他终于接了。你神经病呀！挂了你还打？我在做 B 超。沈西彤朝镜头放了一张检查单，你要当爹了，省点钱吧。我傻了，看着镜头里气鼓鼓坐在医院的沈西彤，百爪挠心的兴奋。第2年，孩子出生了，双胞胎女儿。又过了1年，交房了，300平米的大房子，曾经的我做梦都不敢想。带他看房的时候，他草草转了一圈就说要回去。我问他怎么一点欢喜的样子都没有，他说房子存款都是身外之物，一家4口平平安安才最珍贵。我热泪盈眶，抱住他久久不松手。沈西彤要照顾孩子，布置新房的事就落在了我身上。最好的家具，最好的电器，最好的一切，我都想给沈西彤和我们的女儿。半年后，我们终于可以搬家了。住了3年的地方虽然有感情，但毕竟是租的，许多东西舍不得扔，也没地方摆，统统都装在大大小小的箱子里。我一个个搬到新房，拆开再整理，一不留神，从一个陈旧的盒子里掉出一个手机，机身弯曲，屏幕稀碎，好几年前的款式，套在密封袋里。那是沈西彤从山顶掉下山崖的手机，他竟然没扔，竟然保留到了现在。我有点感动。鬼使神差的我带着手机去了附近的修理店，也许我可以修好它，这是我们相识相爱的见证。我跑了好几家修理店，师傅一看手机摔成这个样子，都拼命摇头。最终只有一个年轻师傅愿意尝试一下，但不保证能修好。我说只要它能开机就行，不需要恢复原状，甚至可以不像个手机。师傅翻来覆去检查了一遍，说可以试试把电池装在外面，机身扭曲得太严重了，电池根本装不进去。捣鼓了1个小时，手机竟然亮了。映入眼帘是一条短信，录下和他上床的证据，30万立刻转到你海外账户上。我掏了1000块钱，神魂颠倒回到了新房。手机虽然款式老，但里面很干净，只有几条短信和一段视频。机票、钱、手机还有他的资料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回国后你想办法偶遇他，让他出轨，事成后给你30万，一切了结后再给剩下的30万。要录下你们上床的全过程，要露脸，尤其是他的脸。进展如何？旅行邂逅的想法不错，我会配合你引导他去旅行，最好是徒步露营，独处机会多。驴友团的信息发给你了，尽快加入。晚上露营，好好把握机会。短信到这里就没有了。我点开视频，幽暗的黑夜，明亮的夜灯，他坐在山坡上。我来了，坐到了他身边，他靠在我怀里，我搂住他的肩膀。接下来的事历历在目，激情达到巅峰，他扭曲的身体碰倒了手机，接着镜头一阵晃动，几声撞击的声音后，彻底陷入了黑暗。看到发短信的号码，我呆坐在地板上。难怪他一定要下山去找一个希望渺茫的手机。往日的点点滴滴，在我脑中慢慢拼在一起。OPPO 的业务真那么忙吗？忙到高管都回不了几次家。陈一清既然有了新欢，以他强势的地位，为什么3年都不提离婚？还有沈西彤，结婚以来一直以时差为由，极少和他爸妈联系。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疑问在我眼前晃悠，我抱住头，嚎叫声回荡在空空的新房里。我掏出手机，搜索 OPPO 陈一清，弹出的头条新闻是他的婚讯。我们离婚之后半年，她嫁给了一个叫周牧的人，比她大15岁，是个财团的董事长。
2年后，他和周牧离了婚，原因不明。花边八卦说周牧年老，满足不了陈一清。也有人说陈一清结识了更高位置的人，否则也不会突然从 OPPO 离职，去向神秘。和陈一清的5年，和沈西彤的3年，像是一场梦。陈一清雇佣了沈西彤 ，OPPO 能开拓海外业务，任命陈一清为高管，主要原因是周牧。为了独享周牧的宠爱，陈一清施展了全身解数。OPPO 也被迫给了他特权，回国全凭个人意愿，公司不要求。5年了，他终于得到了周牧的求婚，但我还在，我还是他的合法丈夫。陈一清不能因为出轨而离婚，周牧不可能娶一个这样有污点的女人。最好的办法是我主动提，或者我不得不主动提，让她成为受害者，成为一个被丈夫抛弃或背叛的女人。可是我太麻木了，他那么冷落我，我也没想过离婚。于是他在当地的野鸡大学物色了一个贫穷又虚荣的留学生，主动出击，跟我偶遇，发生关系，留下证据。出卖一次身体获取60万，对一个漂泊异乡吃饭都没着落的女孩而言，没什么好犹豫的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沈西彤失手把录好证据的手机碰下了山崖，失去了和陈一清的联系，也没法把证据转移出来，被迫跟着继续徒步。她并不是什么崔唐坤的未婚妻，崔唐坤是周牧的保镖，每次见面都由崔唐坤接人安排。她当然也不是为了报复陈一清才勾引我，大概陈一清也没想过我这么一个废物，有朝一日会挣到钱，能靠花钱查到这么多线索，所以他和沈西彤联络都没有用新的号码。但我还是不理解，我不理解为什么在我即将签字净身出户的时候，沈西彤会出来阻止我。那是他的金主，他为什么突然背叛陈一清？难不成还真是因为沈西彤爱上我了？但我很快就理解了。咖啡馆的女服务员给我送来一小碟饼干，轻声细语地说：“先生，看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，我送你一点甜甜的饼干，希望你有个好心情。”我拿起一块饼干，下面有张纸条，上面有一串电话号码。服务员回头给了我一个魅惑的笑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沈西彤改变了主意，他不想要那60万，他想要更多。能支付60万的人，离婚的损失一定不止60万。离开县城后，沈西彤躲到 OPPO 附近，跟踪陈一清，拍下陈一清和崔唐坤的照片。他以为陈一清偷情的对象就是崔唐坤，所以崔唐坤有一个未婚妻，也并不意外吧。他又回到了国内，联系我去酒吧，试探我对他的态度。确定我已经深深迷恋他之后，他决定倒戈，迫使陈一清平分财产，得到我的人，也得到我的钱。沈西彤留学的经历是真的，但学位是伪造的，就连远在美国住别墅的爸妈也是他临时租的。那一对夫妻确实是华人，但男的是司机，女的是清洁工，别墅是主人家的，狗也是主人家的，所以他不能经常联系他们，每一次表演都要等待时机，还要付钱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把我从沉思中惊回现实。沈西彤给我发来一段视频，他抱着2个女儿坐在沙发上，对着镜头做着鬼脸，视频的特效让他们3个的眼中冒着爱心。他说：“老公，我想你，宝宝也想你，要保护我们3个女生哦。”我以平台组织活动为由离开了家，跋山涉水，我悄无声息地来到当初徒步的县城。等了1周，我终于在那间农家乐找到了当初的地陪。他还背着那把小吉他，跟着五湖四海租来的团往返于山野森林。他一眼就认出了我，乐呵呵地叫我说：“我跟过那么多团，就你琴弹得最好，歌也唱得最好，我还刷到过你，大红人了现在。”我抱住他，表明来意，我想跟他学一首歌，就是他在露营那天唱过的，他自己写的那首。这个世上没有好人，